女儿被校霸群殴致大小便失禁，无法生育，我却跟他断绝父女关系。接着又拉着妻子去民政局办理离婚手续。只因这些施暴者都有着权势滔天的家族背景，他们为了给自己的孩子洗脱罪名，竟收买医生开具抑郁症和精神病鉴定证书。所有人都以为这只不过是一次普通的校园霸凌，可他们却不知，我代号为零，人称杀神，曾服役于龙国隐秘的一支特殊小队。如果冰冷的法律成为恶人保护伞，那我便用保家卫国的本领，独自为女儿复仇。我是零，给我准备一台面包车和一间空旷仓库。今晚7点，我要直播打几个人。老大，刚刚定位到顾甜甜在学校突然被保镖接走了，要不要？电话对面的人是我在国外执行任务时救下的一名顶级黑客，代号黑鸟。为了报答我的救命之恩，曾许诺如果需要，就算黑进五角大楼都万死不辞。不要，按原计划进行。接着我根据黑鸟提供的地址，来到了女儿学校附近的小巷子里。此时他们竟然在霸凌另一位无辜的女孩。看到女孩惊慌无助的眼神，我积攒许久的怒火完全爆发。你们这些人渣，今天就是你们的死期！我身经百战，稍一出手，便将这几个弱不禁风的家伙击昏过去，最后将这4人一个一个扔进车里。做完这一切后，又拿出手机帮巷子里被霸凌女孩打了一个120。很快车子开进郊区的一家废弃工厂，空地上有5把椅子和一套直播设备。我把那4个还在昏迷的人渣从车上拖下来，用事先准备好的绳索将他们牢牢地绑在椅子上。而侥幸逃过一劫的顾婷婷此刻正在卧室无聊地刷着视频。突然一条直播弹窗引起了他的好奇，点开一看，瞬间瞪大了双眼，脸色变得煞白。大家好，我叫苏浩，你们可能不认识我，但一定听说过我。我就是前一段时间网上闹得沸沸扬扬的被霸凌女孩的父亲。顾婷婷的注意力却丝毫没有放在这上面，而是直勾勾盯着我背后被绑在椅子上的4个同伴。这是绑架。同时直播间的弹幕都要刷疯了。我去，这也太猛了吧，直接把人绑了开直播啊！哼，这些霸凌的家伙就该被这样制止，看着真解气。顾婷婷这边已心乱如麻，连忙冲出卧室找到自己的父亲。从现在开始，婷婷哪里都不要去，就在家待着，家族保镖全部召回，24小时守卫庄园。因为顾婷婷没有出事，顾家的反应还算冷静，可另外4个畜生的父母都要疯了。在发现女儿被绑架第一时间，不约而同向巡捕施压，而受理这件案子的正是之前负责苏玲玲霸凌案的领队。上头下了死命令，2个小时内必须破案抓捕。此时我的直播仍在继续，直播间里观看人数正以一种恐怖的速度增长，弹幕也在不停地滚动着。兄弟，你傻！你悄咪咪的把这几个人绑了，然后消灭掉，这样还有缓赚的余地。是啊，为这几个人家丢掉自己的性命实在不值。诸如此类的话很快得到众多网友附和。我看着这些弹幕，心里五味杂陈。你们说的没错，一开始我也是这么打算的，但是为了女儿，我不得不这么做。因为我要让女儿亲眼看到这5个人渣被审判的过程，只有让她亲眼看到带给她噩梦的人渣离开这个世界，她才有信心活下去。我的声音哽咽，眼泪控制不住的滑落脸颊。直播间里的网友们看到这真情流露的模样，一时之间弹幕全部变成了理解的画面。原来是这样啊，大哥太不容易了，为了女儿真的是付出了太多。心疼大哥，也心疼那个被霸凌的小女孩，希望她能快点好起来啊！这几个霸凌的家伙真的是罪该万死，就应该受到这样的惩罚。而另一边，因为时间紧迫，李健让局里的技术人员直接追踪直播间的地址，可没想到不知道从哪冒出一个黑客，竟然在一直阻拦他们追踪信号源。同时直播的快音官方技术部门也是一阵鸡飞狗跳。什么情况？为什么这个直播间还在运行中？主管，我们后台被黑了，直播间关不上。给我断电，把整个服务器都给我停了。顾家作为大厦顶级世家，覆盖的商业版图极其庞大。刚才苏天成亲自给他打电话，让其立即封掉直播间。他好像提前把咱们服务器的数据备份到了其他地方，咱们现在就算把这边的服务器关了，也可以通过别的渠道继续维持着直播间的运行。网络平台主管无奈之下，他只能如实向顾天成汇报。看来这个苏浩背后的帮手不容小觑，你再派些人手去协助巡捕查找苏浩的下落，务必在事情彻底失控之前把那几个孩子救出来。另外也去查查这个帮苏浩的黑客到底是什么来头。是家主，我这就去安排。此时的直播间人数已经突破1000万。而那4家孩子的父母也在全程关注着直播，他们终于低下了高傲的头颅，和普通父亲一般无二的在直播间留言，央求我放过他们的孩子。苏先生，求求你了，我们知道错了，是我们没教育好孩子，让他们做出了那样的恶行。你大人有大量，放过他们这一回吧，我们保证以后一定好好管教，绝不再让他们犯这样的错了呀。我看着这些留言，眼神里没有丝毫动摇。现在知道后悔了，当初我女儿被他们欺负的时候，你们是怎么做的？你们可曾想过，她也是别人的心头肉，她也有疼爱她的父母。我的声音带着无尽的悲愤与怨恨，直播间的观众一时冷眼旁观，甚至直言咒骂这4个小畜生。玲玲，今天是儿童节，还记得爸爸每年都会在这一天给你准备礼物吗？
今年也不例外。只是这个礼物有点特殊，你可能要很长时间以后才能收到。听到这话，身后被绑住的4人被吓得抖成了筛子，嘴里求饶的话语从始至终都没有停过。叔叔，求求你了，我们真的知道错了，以后再也不敢了，求求你，你就放过我们吧。叔叔，我们一定好好改过，给玲玲道歉，不要打我们。网友们看到这揪心又矛盾的一幕，心情也格外复杂。一方面，大家都对苏浩父女的遭遇深感同情，理解他此刻心中那难以平息的愤怒与仇恨。可另一方面，真看着这几个10几岁的孩子如此惊恐的求饶，又不免心生不忍。下一秒，我停止了抽泣，眼神也变得格外凶狠，掏出一把匕首，起身缓缓走向那4个人渣。直播间里瞬间炸开了锅。不要啊，大哥可不能把自己搭进去啊！不要啊，不要伤害我的孩子，求求你了，苏先生，我们什么都愿意做。而巡捕房这边已经查到了苏浩在北郊废弃制砖厂。全体注意，目标地点锁定北郊废弃制砖厂，所有人物必以最快速度赶到，绝不能让苏浩做出极端行为。直播间里，我已经走到那4个被绑着的人渣跟前，手里紧紧地握着匕首的一端。4人看到我靠近，挣扎得更加厉害了，哭声、求饶声交织在一起，整个场面混乱又揪心。网友们还在不停地发弹幕，试图用言语来劝阻。大哥，想想你女儿啊，她肯定也不希望你因为这件事毁了自己啊！快放下匕首吧，现在收手还来得及。别冲动，用法律的手段来让他们受到惩罚也不迟啊。可是这些人不知道的是，法律如果有用，我也不至于走到这一步。那4家孩子的父母此时更是崩溃到了极致，有人直接昏厥了过去，有人还在声嘶力竭地哭喊。此刻他们才意识到，拥有再多的钱，再多的权势，在死神降临的那一刻，他们和普通人并无区别。李成乐、陈飞、贾文文、李冉，你们都该死！伴随着这句话音落下，我终于高高举起象征着审判的匕首。直播间一片死寂，所有人都下意识地屏住了呼吸。紧接着，弹幕如井喷一般爆发出来，满屏皆是惊恐与劝阻的话语。不要啊，大哥，快停下啊！大哥，千万别冲动啊，还有挽回的余地啊！正在急速赶来这边的李队，看到直播间这一幕，脸色瞬间变得铁青无比。疯子，疯子！而与他同车的几位警员，心中却是惋惜中带着一丝痛恨。作为一个父亲，亲眼看到女儿如此遭遇，不疯魔，活在这个世上还有何意义？下辈子做个好人。良久，直播间里的网友们被这惨烈到极致的画面冲击的半晌说不出话来，弹幕滚动都近乎停滞了好一会儿后，才有零零散散的话语出现，满是震惊、痛心和对这场悲剧深深的无奈。医院里，沈巍像是被抽走了所有的生气，瘫倒在女儿病床边，眼神空洞绝望。他知道苏浩再也无法回头了。与此同时，这场引起全国各地市民关注的直播，同时也引起了一伙具有特殊身份人士的特别关注。他们分散于全国各地，却在看到直播间苏浩的面貌后，不约而同地从床上或椅子上弹起。小李，立刻调取001特殊小队退役成员的善后部署资料，马上安排专机前往沪市，注意保密。是，首长。亲自手刃这4个畜生后，我擦干匕首上的血迹，便直接关闭了直播。而在我的身影消失后，直播间出现了一段话：本次审判到此结束，让我们共同期待下一场审判的到来。审判对象顾婷婷。我去，这是完全没把巡捕放在眼里吗？牛批牛批！要真有下一场审判，我敬你是个赢。主管直播关上了。那个神秘黑客追踪到了吗？没有，对方的技术远超我们。我们绝不能坐以待毙。从现在开始，所有技术人员给我24小时待命，全面检查系统漏洞。而在另一边，顾家顾天成和他的大儿子也在全程关注着直播。当看到我痛下杀手，4条生命就这样消失，二人才意识到什么叫做匹夫一怒，血溅5步。启明，你现在明白了吧？当屠刀落下的那一刻，咱们和那些普通人并无二致。那现在咱们该怎么做？加强咱家的安保，在现有的基础上再增加2倍的安排，最后再在道上发出一份悬赏赏金，1个亿。1个亿对他们顾家来说只是9牛1毛，但要放到外面，绝对能引起轩然大波。与此同时，厂区外进行封锁的巡捕已经严阵以待，厂区内警犬的吠声此起彼伏，直升机在上方盘旋，探照灯的强光将厂区照得如同白昼。各小组注意，迅速往仓区北面合围，务必堵住罪犯的去路，绝不能让他跑了。若有反抗，当场击毙。李队，这苏浩就是一个普通人，不至于吧？普通人能有一个顶尖黑客朋友，而且他竟然敢预告下一场直播嘎人，就自信咱们这些人不能拿住他？
女儿被校霸群殴致大小便失禁无法生育，我却跟他断绝父女关系，接着又拉着妻子去民政局办理离婚手续。只因这些施暴者都有着权势滔天的家族背景，他们为了给自己的孩子洗脱罪名，竟收买医生开具抑郁症和精神病鉴定证书。所有人都以为这只不过是一次普通的校园霸凌，可他们却不知，我代号为林，人称杀神，曾服役于龙国隐秘的一支特殊小队。如果冰冷的法律成为恶人保护伞，那我便用保家卫国的本领，独自为女儿复仇。接上集。浩哥，警方已经包围场区，正根据你留下的脚印，正在快速朝北面合围。有了黑鸟的预警，我一路狂奔，利用废弃厂区的杂物遮挡，有惊无险地躲过探照灯和巡捕的巡捕，临时躲进一间废旧厂房。这么多年过去，你的身手没有退步多少吧？你觉得呢？我觉得对你来说肯定小问题。当年你可是带着我这么一个累赘，从100多名恐怖分子逃脱出来，何况你现在孤身一人。不对啊，黑鸟，你不是说浩哥那时候神挡杀佛吗？怎么现在变成逃脱了？前面浩哥确实跟我描绘的一样，只是没想到对面不讲武的竟然要人。我去100多人都拿不下浩哥。行了，现在不是八卦的时候，赶紧给我制定一份逃跑路线。浩哥，请注意言辞，你可是大名鼎鼎的0号，怎么能用逃跑这个词呢？应该叫脱身。是啊，浩哥，一群小卡拉还用得着跑？全给他们干趴下不就行了？你们疯了还是我疯了？这他娘的是在国内。对于这3个活宝，我很是无奈。虽然我不是没有这个实力，但要知道大夏可是蓝星综合实力排名第2的强国，巡捕只是维护社会治安的第1道防线，背后还有实力更加强大的军方。我还没自大到凭一己之力对抗整个国家机器。行了，你们3个赶紧制定一套脱身路线，目标市区。收到。我根据黑鸟他们的安排，躲开巡捕的重重包围，又在最薄弱的南边击倒4个巡捕，然后跑进了后山，一路疾驰。当巡捕发现被击倒的人员时，我已经安然无恙地回到了市区。李队，我们在江边发现了苏浩留下的脚印，他很可能已经潜逃至市区。各小队注意，所有人迅速往市区各个交通要道联系。市区各辖区警方务必尽快锁定他的位置。在李队的安排下，警车马上向市区赶去。半小时后的市区，因为警方大规模的行动，气氛变得有些紧张起来。不少吃瓜市民好奇地驻足观望，议论纷纷。可在经过2天的地毯式搜索后，他们对我的行踪依旧是一无所获，仿佛人间蒸发了一样。甚至和顾家相熟的某军区大佬因为调查我的背景，被中枢以嫌泄露国家机密罪被临时控制起来。老李，这个苏浩到底什么背景？我以为就是个普通的退役士兵的事儿，哪能想到会这么严重啊！现在倒好，把自己给搭进去了。现在说这些也没用了，等中枢军区执法员来了，把情况如实说清楚吧。希望没事，咱俩这老交情，我也是真不想看到你出什么事。而此时的我正藏身在一个老旧小区之中。浩哥，这家主人出去旅游了，买的是1个月后的回程机票，除非警方挨家挨户的搜，不然你在这里就是绝对安全的。我的复仇还没有结束。浩哥，我建议你等几天再行动。现在巡捕找不到你，已经在顾氏庄园周围布下重兵，就等着你自投罗网。另外2人也出声附和，认为现在行动实属不理智。你们不明白，我身份特殊，时间拖久了，只会引来更难缠的对手。是001吗？听到这个名字，我表情一怔，眼中闪过一丝忌惮，但也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怀念。紧接着思绪飘散，似乎又回到了曾经尸山血海的那几年。001正是我当年服役的那支特殊小队。浩哥，有一件事我很好奇，为什么001小队成员的服役期限只有5年，时间一到就要强制退役？因为那5年所经历的，所以耗尽一个人一生的精力和勇气。我们执行的任务都是极度危险、极度机密的，对身心的损耗极大。5年是极限，再继续下去，人恐怕将变得不再是人。接上集。距离直播事件已过去数天，可巡捕仍对苏浩的藏身之地一无所获。而今天巡捕房却迎来一个特殊的访客。首长好，我是护市刑警队大队长李健，首长请指示。我是中枢军区特别行动处负责人阮安平。李队长，在谈话之前，我希望你回答我一个问题：在苏浩女儿霸凌案中，你们巡捕有没有徇私枉法？阮安平的目光锐利如刀，仿佛要将李健穿透，让其无所遁形。报告首长，没有，我们每一个环节都有据可查，不可能徇私枉法。我不相信你，但我是一名军人，所以我会帮你抓住苏浩。但我告诉你，这件事没这么容易结束，无论是谁，但凡涉及其中，我都会让他付出代价，包括你。阮安平的声音低沉而有力，让李健的心再次提了起来。苏浩有如此通天的背景，为何之前一直不显示出来？还有苏浩的身份比较特殊，从现在开始你不要再调查了，你准备好警力，找到他我会通知你。而在另一边，此刻的我正如众人所料那般潜伏在顾氏庄园大门对面的一座小山上，手中拿着望远镜，眼神阴冷地观察着庄园四周的安保布置。浩哥，通过监控对讲机信号，庄园外大致有30名的警卫布置，庄园内的安保人员在100名左右。浩哥要小心，对方全员配枪。我闻言眼神一凝，想在100多持枪的安保人员保护下，
将顾婷婷劫走，难度不是一般的大。不过一想到上躺在病床上，不知道什么时候苏醒的女人，迟疑的表情瞬间消散，转而变得坚定。无论前方有何阻碍，都无法动摇我为女儿复仇的决心。黑鸟，再帮我一件事，在最后一次行动前，我想再见上女儿最后一面。而我不知道的是，此刻妻子沈薇也面临着重重压力，一方面是每天要照顾躺在病床上的女儿，另一方面还要面对巡捕施加的压力。我什么东西都不要，我只要一个健健康康的女儿，你们能给我吗？谈判专家张了张嘴，却无言以对。许久后，深吸一口气，试图做最后的努力。沈女士，我还是希望您不要一直活在仇恨当中，至少要为以后的日子打算。您应该多考虑一下将来，无论是医药费还是日常生活，都是一笔巨大的开销。人生还长，总得为以后打算，不是吗？钱不是万能的，但没钱却是万万不能。足够的钱可以解决世间99%的烦恼。谈判专家始终信奉这一信条，可他不知道是，从始至终，苏浩和妻子想要的从来不是补偿，而是公道。谈判专家走了，并没有带走他想要的结果。还以为这顾家找的谈判专家有2把刷子，看来也不过如此。听说这顾家为了抓到苏浩，暗地里动用了不少手段，撒了不少钱呢。不然怎么办？现在苏浩对他顾家来说就是个定时炸弹，一日不被抓捕，就一日不得安心。该真以为有钱就可以为所欲为了？人在做天在看，天不管也有恶人收。闭嘴！你忘记自己的身份了。要是人人都像那个人一样，还要咱们做什么？而令他们想不到的是，他们口中的那个人已经易容潜入了医院。黑鸟，想办法把他们支开。不多会，隐藏在这一楼层的巡捕所戴耳机里同时出现一道指令：全体注意，1楼出现凶手，速来支援。是谁？宝宝，是我。老公，你怎么来了？沈巍声音哽咽，并带着一丝慌乱与担忧。要知道苏浩现在可是被全市通缉，并且巡捕也已经在他和女儿身边安排了眼线，可想而知苏浩此来冒了多大的风险。你是不是傻？外面这么多巡捕还来，多危险啊！我还是没有说话，抱得更紧了些。两人都想时间永远停留在这一秒，沉浸在这最后的温柔当中。抓紧看看女儿吧，巡捕一定很快到。你话头突然止住，泪水又不受控制的溢出，他无法说出最后让苏浩离开的话，因为这一句很可能真的是永别了。绵绵，爸爸来了。浩哥，该走了，巡捕已经反应过来，正快速朝病房赶来。我缓缓站起身来，最后看了一眼妻子和女儿，眼神中充满了决然。我将再次举起死神镰刀，成为那个复仇者。接上集，直播事件发生后，施暴事件的始作俑者顾婷婷虽然有过短暂的恐慌，但随着家里安保人员的增加，还有父母的宽慰，很快便将那点恐慌抛诸脑后了。小姐，吃饭了。知道了，烦死了，这就来。顾婷婷不耐烦地回应着，眼睛依旧盯着手机屏幕，上面正是他们霸凌苏玲玲的视频。可惜了，新宠物的视频还没给我发过来，那4个家伙就赶了。对了吧，苏玲玲她爸啥时候能抓到？我在家待得无聊透了。这家伙有点本事，巡捕到现在都没找到他的踪迹。那怎么办？我总不能一直窝在家里吧？这苏浩真是不知好歹。平心而论，咱们给的赔偿金可不少，多少人一辈子都挣不到这么多钱。就是，妈，他们就是不知足，我不过就是拿那苏玲玲找点乐子，人又没嘎。哼，他爸倒好，还敢报复，等抓到他，一定得让他好看。哼！都闭嘴！突然，一声充满威严的暴喝响起。爷爷，我说过很多次，你们可以作恶，但是一定不要犯蠢。咱们顾家是有权有势，可以解决99%的麻烦，可一旦触及到那无法解决的1%，就有可能令整个顾家不复存在。爷爷，他能有什么东西呀？不就是个穷鬼吗？能翻出多大的浪来？你们知道个什么？苏浩的身份连王军长都查不到。爸，您消消气，婷婷还小，不懂事。顾婷婷顿感委屈，但也没敢再说什么，沉默的点了点头，但眼神中却暗含恨意，又萌生出不等苏玲玲醒来就实施报复的想法。该死的苏玲玲，都怨你爸！要是老老实实接受赔偿，哪还会有这么多事？而在另一边，苏浩打晕几个巡捕后，已经安全的回到了藏身之地。浩哥牛批啊，3两下就把这些人给解决了。真不知道军方那些人怎么想的，浩哥这么好的身手，竟然同意他退役。黑鸟122131N，帮我查一下这个经纬度坐标。浩哥是一家小饭馆，你查这个做什么？刚才我女儿病房的门牌号上多了一串数字，那是我们所在特殊小队传递信息的暗号。强哥，是你来了吗？
而在医院这边，在苏浩逃离医院不久，巡捕就已经将整座医院围得水泄不通。当看到楼道里横七竖八躺着的同伴，一个个面色凝重。完了，李队，当时一片漆黑，根本看不清对方的模样。当时我们怕开枪误伤，就弃了枪，可没想到那家伙身手这么厉害，没几下就把我们全给撂倒了。李健听后，眉头皱得更紧了。对方制服你们用了几秒？不到10秒。此话一出，全场寂静无声。6名训练有素的刑警，在不到10秒的时间内被全部撂倒。不知道的还以为在拍电影呢。李健的脸色变得极为难看，他一直以为自己对苏浩的实力已有大致的判断，可没想到还是低估了。之后他没有继续守在医院，而是气冲冲找到在附近的阮安平。医院的情况想必你已经知道了吧？知道了。那还请首长将苏浩的情况悉数告知，对其实力做出精准的判断。无可奉告，苏浩背后牵扯的事情属于绝密级机密，别说你了，就算是你们市委书记来了，也别想知道一点消息。但是什么？这一切事情是怎么引起来的？你我心里都清楚。你李大队长敢说没有一点责任？李健眼底闪过一丝慌乱，想要开口辩驳，却对上阮安平笃定的眼神，顿时如坠冰窖。之前的霸凌案可经不起查，尤其那几张精神病鉴定证明上。你们以为凭借手中的权柄就可以随意操纵普通人的命运？以为苏浩没有任何后台背景？以为抓住他就可以大事万级？继续你们的游戏？错，大错特错！苏浩只是开始，如果此事处理不当，你，包括你背后的人，将面临一群手持利刃从地狱归来的战士。接上集，李健失魂落魄的离开了。通过与阮安平的谈话，他彻底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苏浩的军方背景是所有人都没想到的，事后顾家一定会为了平息军方的怒火，寻找一个替罪羊，而他李健肯定首当其冲。此刻他心中充满了悔意，可现在说什么都晚了。时间来到第3天，苏浩终于走出藏身之地，前来赴约。先生你好，吃点什么？随便来2个拿手的小菜吧。OK。而苏浩不知道的是，巡捕早就已经通过一处隐藏在暗处的微型监控关注到他了。是的，这一切都是巡捕的计划，也可以说是那个人策划的一切。阮安平，首长，目标人物已进入监控区，是否立即实施抓捕？先别急，继续等待特警队就位。我先去与其周旋一会。对不起，我来晚了。阮安平满脸愧疚地说道，感情很真挚。如果他早早出现，苏浩也不会遭受不公的对待，不会走上现在这条路。看来姜还是老的辣，领导为了见我可真是煞费苦心。来之前，苏浩有想过这是一道陷阱，但没想到这个陷阱竟然是曾经的老领导亲自布下的。我知道你跟李维强的关系最深，保险起见，我只能借用他的名义了。强哥最近还好吗？阮安平迟疑了数秒，最终还是没把李维强的真实情况告诉他。其实李维强的情况比起苏浩更令人惋惜。他挺好。不同于小饭馆内的宁静，外面早已是蓄势待发的紧张氛围。特警队已全部到位，将整条小巷围得水泄不通。李健也来到现场接管了指挥权，现在就等他一声令下，蓄势待发的特警队便会如猛虎般冲进去实施抓捕。而在另一边的顾家，得知巡捕布下天罗地网的消息，脸上顿时露出得意的笑容。苏浩啊苏浩，你再怎么厉害，还不是中了巡捕的圈套？这次我看你往哪儿跑！爸，我不管，这家伙把我吓得这么厉害，绝不能轻易饶过他。女儿放心，只要这家伙被警方抓住，爸有100种办法收拾他。他女儿不是要治病吗？咱就让全市的医院都不给他治，或者把医药费定得高高的。听着女儿这一条条恶毒的计策，顾启明也不由得皱起了眉头，但也不好扫了自家小公主的心。行，等那个段魔被抓捕归案，爸爸就帮你把他老婆孩子给赶出护士。而在小饭馆内，阮安平看着苏浩，心情越发的复杂。毕竟没有哪个将军不爱惜手下的兵。阿浩，收手吧，外面全是巡捕。对不起了，领导，恐怕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违背您的命令。阮安平张了张嘴，却什么也说不出来，只能无奈地叹了口气，站起身朝外面走去。而一直站在阮安平身边的警卫，这时候却来到苏浩面前。早就听闻0号前辈的大名，今天终于见到了。哈哈，瞧我这脑子，忘记介绍了，小王也是001退下来的，我便安排他做了我的警卫员。看着小王一身隆起的肌肉，苏浩从他身上感受到一股久违的气息。前辈被誉为001的传奇，晚辈多年的愿望就是领教前辈的身手，今天不知能否有幸。一旁的阮安平没有阻止，他也想看看过去这么多年，苏浩的身手退步了多少。前辈请。你很不错，比我曾经的队友强得多。我只出一拳，接不接到是你的事。好了，小王，你输了。想不到这么多年过去，
你的身手一点没变。阿浩，你放心，我一定会还你一个公道。对不起，领导，我曾经相信过很多人，现在我只相信自己。随即苏浩猛地弹起扑向阮安平，电弓时间，阮安平便被苏浩拿住。首长，没办法，只有委屈你送我了。都给我让开！李健此刻脸色变得极其难看，他是万万没预料到对方竟然会挟持住阮安平，这可是魏将军，可不能出一点意外。苏浩，你已经被包围，无处可逃，放下武器，不要一错再错了。有什么条件你可以提，千万不要伤害人质。李健只能言语拖延对方。别废话，都给我让开！可苏浩完全不给他机会，他已经开始挟持着阮安平缓慢朝着向外走去。狭窄的小巷有利于巡捕，只要到了外面大道上，就会出现许多变数。阿浩，如果你认我这个老领导，就信我一次，放弃抵抗，我一定给你一个公道。阮安平试图拿往日的情分说动苏浩，可他不知道的是，苏浩早就通过飞鸟的渠道得知了顾家的实力有多么庞大，单凭阮安平完全无法给苏浩他想要的公道。老领导，你就不用再骗我了，顾家是怎样的存在，我心里清楚。阿浩，对不起。苏浩没有理会，阮安平也不再多言，两人心里都清楚，这一刻开始，二人彻底形同陌路。我靠，这不是那谁吗？被霸凌女孩的父亲。看呐，他是要落网了吗？好可惜，看来下一场直播审判看不到了。突然，一部面包车开进了巡捕的包围圈，开车的人正是李伟强。接上集，直播事件结束后，我被曾经的领导设下陷阱，面对外边巡捕的重重包围，我挟持了阮安平，躲进了人群中。这时候，曾经的战友强哥终于来了。强哥，快拦住他，不能让他跑了！李健看到煮熟的鸭子就这样飞了，不顾一切的就要开枪，却被一旁的队员拦下。李队不可以，首长还在他手中，首长出了事，咱们谁都脱不了责。阿浩，快上车！车门关闭的瞬间，李维强就一脚将油门踩到底，面包车如脱缰之马般飞驰而去，朝着街道另一头冲去。围观群众马上让出一条道路，巡捕这边见状更是心急如焚，没有哪一次比这一次距离成功抓捕苏浩更近。追，给我追上去，绝不能让他们跑了！巡捕们立刻纷纷上车，警笛声再次响彻街道，一场激烈的追逐战即将展开。可是当他们调转车头追上去时，却发现原本散开的围观群众竟然又聚拢起来，把道路堵得严严实实。因为在他们眼中，苏浩并不是一个坏人，只是一个为了女儿可怜的父亲。都让开，快让开啊！坑生，这大路又不是你架的。就是你们巡捕管天管地，管得可真宽。查那些有钱人的时候，怎么不见你们这么上心？面前的围观群众铁了心的不让路，李健很是无奈，马上把电话接通到交通巡捕。我是巡捕队大队长李健，有一名犯罪分子正在驱车潜逃，车牌号。收到，我马上安排。强哥，你怎么来了？苏浩声音中带着强烈意外。基本上，从001退役后的每个人都会开启一段平静的生活。他想不通李维强为何选择放弃平静，掺和到他这件事上来。李维强，我问你，龙乐是陈家的案是不是你做的？他们都罪有应得。你是个军人，你立过的誓言，发出的愿景，你全都忘了吗？我当然没忘，我自愿为民族、为国家、为同胞而战。我愿像那挺拔的白杨，守护祖国的大地，寸土不让。一句句宣誓，仿佛将三人重新拉回了那一年。苏浩没有忘，正因为没有忘，所以他的复仇从始至终都保持着针对性，并没有将自己的仇恨发泄到任何一个不相关人身上。我记得，我全都记得。那你为什么连孩子都不放过？他是无辜的。苏浩在一旁听着，眉头紧皱。他不知道李维强这几年发生了什么，但听两人对话，能感觉到这背后肯定有着复杂又沉重的故事。行了，老领导，您就少说两句吧，也不看看自己现在是个什么处境。还有你，苏浩，你觉得你现在做的对吗？对得起国家对你的栽培，对你的培养吗？闭嘴！我尊重你，还叫你一声老领导。你满嘴民族、国家大义，可在我们遭遇不公对待的时候，你又在哪里？如果不是阿浩把事情闹这么大，你现在在哪里？当初退役的时候，区100万就把我们给打发了，什么军功章、口头嘉奖都没有，你们当我们真的一点怨言都没有？5年时间，他们的每一次出生入死，守护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带来的利益何止千亿。可是我以国事待国，国却未以国事待我，对于他们而言，这是信仰的崩塌。最后二人没有选择伤阮安平，将其击晕，随便找了个隐秘小巷子丢了下去。而在另一边，李健终于摆脱掉围观群众的阻挠，第一时间联系交巡队询问追踪情况，然而对方回答直接令他愣在当场。交巡队根本没接到李健的任何电话。队长网络安全员说，对方使用远程控制了交巡队的座机，还使用了声音模拟器，这一系列操作难度极高，对方背后隐藏的黑客实力不简单。转眼间又是3天过去了。首长，您有什么办法没有？没有，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等。您说的是？
顾家，苏浩的目的很纯粹，只是复仇，所以他一定会出现在顾家，最多不超过半个月。首长为何这么自信？重点不在这，而是就算他现身了，我怕你们也抓不住他。首长，您这话未免有点长他人志气了吧？就是他身手再好，还能躲得过子弹？他不需要比子弹快，只需要比你扣下扳机的速度快就足够了。啊！接上集，直播事件结束后，我被曾经的领导设下陷阱，在战友强哥和黑鸟的帮助下，我终于成功脱身，躲进了一个废弃的小区。经过2天的相处，强哥给我说了他的故事。强哥退役后，凭着手里的退伍费，先把自己老房子重建，又在媒婆的撮合下娶了个媳妇，1年后又给他生了个娃娃。要是日子就这样一直过下去，人生也算得上圆满了。可是厄运专挑苦命人，一场突然而来的车祸又让他的人生变得支离破碎，最后只剩他一个人活了下来。肇事的车主是个富二代，还酒驾。车祸发生的时候，强哥的妻儿本有机会救回，就因为对方的逃逸、不负责任，而最终导致悲剧的发生。而且对方还靠着家里的关系，连1天劳动没有。强哥投诉无门，最终意志消沉，浑浑噩噩地过着行尸走肉般的生活。直到他看到我的那场直播，命运的齿轮又将再次转。当正义得不到伸张，纯粹的复仇就成了唯一的正义。阿浩，你去睡觉吧，今晚我来守夜。这是他们在001服役期间养成的习惯，无论身处何地，队伍中有几个人，都要留一只眼睛防备突发情况。行。苏浩已经好几天没有睡过一场好觉，两人既是战友，又身处同一条船，可以说李维强此刻是除妻女外最值得信任的人。强哥，跟我聊聊您和浩哥在001的事迹呗。你对001了解多少？他是华国最神秘的一支特种小队，我们在网上找不到任何关于他的信息。黑鸟几人的实力有目共睹，可以说是网络世界的无冕之王。可对于001，他们用尽了办法，也无法找到一丁点的信息，因为他们都是纸质记录，你在网上当然找不到一点信息。那怪不得，我就奇怪华国官方的网络安全系统怎么比小漂亮国五角大楼的还要强啊！你们难道还入侵过华国官方的网络系统？嘿嘿，何止华国，世界5常以及所有发达国家我们都光顾过。你们胆子倒是不小，就不怕露馅被抓？切，那又怎样？顶多被招安呗。李维强微微一愣，但很快想明白，道理也很简单。抓不到人的时候，各国正要恨得牙痒痒，可等抓到人为己所用后，又不得不感叹真香。听我一句劝，以后001的事你最好少打听。为什么？浩哥也这么说，我是越来越好奇了。你们不说我也能猜到，无非是暗杀某某某，抢夺什么什么东西呗。呵呵，差不多吧。李维强冷笑一声，并未过多透露。华国在岸面需要处理的事情很多，都需要通过001来完成，而001使用的手段更是五花八门，无论是你听过的，亦或是从未听过的。强哥，听浩哥说他救过你命，真的吗？听到叶宵的询问，一幕幕往事瞬间涌上了李伟强的心头。在我和阿浩距离退役还有2个月时候，001接到一项重大任务，在毛里求斯的捕鱼港口，有批非法武器即将运往黑州的某战乱国家支持反叛军，我和阿浩2个人奉命前去拦截。2个人去拦截一条装满武器的船，你们上级咋想的？这不是让人去送死吗？黑鸟听到这，有些愤愤不平。送死？那5年时间里，我们哪次任务不是去送死？如果说和我一同执行任务的人不是阿浩，倒是真和送死差不多。什么意思？当时在阿浩的掩护下，我成功启动了电磁脉冲，货轮瞬间失去动力，无法行驶。这样就结束了？当然没有。要知道，但是电磁脉冲可以启动，也可以关上，或者被毁掉，所以我们还要保护电磁脉冲，坚持到毛熊国军方的到来。我有点迷惑，这条船的守卫难道不是毛熊国军方的人吗？呵呵，表面上看是毛熊国在运送武器，实际上背后的黑手是漂亮国。那你们就2个人，敌人有多少？怎么挡？不知道，反正四面全是敌人，子弹更是乱飞。我去，那你们怎么活下来的？有阿浩呗，这家伙实力超级变态，子弹就跟长了眼睛似的，枪枪爆头。当时包围港口足足有2个加强连，总共伤亡193人。不是你从哪看到的？毛熊国安全局，你还别说，这份文件级别还挺高啊！这么简单就看到了？阿浩到底从哪认识的这帮人？还行吧，以前留下的一个后门，我们进毛熊国家安全局，网络信息中心就跟回家一样。Nice。接上集，直播事件结束后，我打晕了救我出陷阱的战友强哥，只因为女儿复仇是我一个人的事，我不能让强哥也跟着我冒险。强哥，对不起，这是我的责任。浩哥，你真打算丢下强哥一个人行动？我没有说话，只是默默的点头。黑鸟没有拦我，因为他知道我一旦决定了的事就不会再改变。浩哥，有个不好的消息，顾家下午3点入驻了一批国外的人员，应该是黑鹰雇佣兵团，数量32人。黑鹰雇佣兵团综合实力在国际上只能勉强排在前10，对我来说问题并不算太严重，因为当年国际知名度第1的上帝武装雇佣兵团也是被我所带领的001小队所灭。浩哥，那你准备什么时候出发？今天晚上。今天这雨下的有点邪乎啊，希望不要出什么幺蛾子。
李队，雨太大了，监控的能见度很低，别说是摄像头了，即便是肉眼也无法看清20米开外的景象。李健眉头紧皱，心中涌起一种不好的预感。如果他是苏浩，必然会选择在这种天气下行动，所以他必须尽快做出部署。而有此预感的也不止他一人。爸，这场雨来的有点突然啊。国外那批人安排好了吗？按您的吩咐，房子4周20米内的安保工作已经全部交给他们了。爸，是不是有点多此一举了？要知道他们来之前，庄园里可是配备了100多个安保人员。之前我也是这么觉得，但当你大伯将苏浩的真实身份告诉我后，说实话，即便有这些人，我都无法彻底安心。什么？爸，您不是开玩笑吧？这个是咱花1000万美金雇来的，就算是一个一找来的人，我也不放心。爸，他到底什么身份啊？哎，罢了，告诉你也无妨，但你绝不能向另一个人吐露半个字，包括咱们自家人。在上世纪90年代初，我国军方成立了一支特殊小队，专门用于处理一些上不得台面的事件，而苏浩曾经就服役于这支小队。那岂不是说苏浩还有军方的背景？没错。可是事情闹这么大，军方为什么没有一点反应？军方可是出了名的护犊子，按理说苏浩直播嘎人事件闹得这么大，军方没理由不知道，除非已经来人了，还是个中将。什么时候的事？怎么一点迹象都没有？是谁？冉安平。直播事件发生的第2天人就来了，还协助警方组织了一场抓捕行动。您说的是上一次？苏天成点了点头，表情越发凝重。可是对方并未直接找上我们顾家问责，反而协助警方进行抓捕，令我怎么也琢磨不透。说不定是顾忌大伯那边有蹊跷。虽说近几年你大伯因为从龙之功开始将手伸向军方，但也不至于让军方连一个敢站出来说话的都没有。在华国，军政2大体系互不干涉，京城顾家把手伸向军方的举措，就像是在刀尖上行走，每一步都要格外谨慎。尤其是近年来，随着顾家手伸得越来越长，早就引起一部分军方大佬的不满。算了，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咱们顾家多少大风大浪都过来了，不差这一次。10点了，你早点休息吧。好的，爸。苏天成依旧注视着窗外的雨幕，今晚注定是个无眠夜。爸爸，是他来了吗？他来赶我了，对吗？之前顾婷婷还对苏浩扬言找自己复仇，不屑一顾，认为庄园里这么多人保护着，对方即便有上天入地之能，也伤不到自己一分。可真当苏浩来了，恐惧也随之涌上来，更是控制不住回想起4个玩伴被苏浩嘎掉的画面。什么情况？哪里来的枪声？好像是从东南方向传来的。东南？都有谁在东南区域站岗和巡逻？立刻报告位置。接上集，直播事件结束后，我正准备潜入顾家庄园，可对方竟请了黑鹰雇佣兵团，但不管什么人都无法打断我复仇的信任。顾婷婷，审判开始了。都有谁在东南区域站岗和巡逻？立刻报告位置。傻缺，我你妈！那个暗处的人手里一定也有对讲机，真把出去，我成活靶子了。老子一天才3000块钱，玩什么命啊！浩哥已经切断了顾家外围的照明系统，只是顾家别墅内有独立的后备电源，这个我们没有办法。行了，报告敌人动向。剩余73名外围安保人员正在迅速朝你这边集结，预计5分钟后就会对你形成合围之势。可惜了，要是没有刚才的枪声，说不准还真悄悄摸进去了。没那么简单，顾家主楼4周有20米的无遮挡区域，想偷偷摸进去几乎不可能。几人的话让苏浩眉头微皱，这剩下的外围安保于他而言解读起来不是很难，难的是那20米的无遮挡区域。行了，都别讨论了。谁也想不到外围还有这么谨慎的家伙，竟然提前打开了保险。就是这家伙也不怕走火崩到自己的裆。浩哥，有什么作战计划吗？我的计划就是将他们全部解决掉。咦，手机信号怎么变差了？浩哥，给你换新手机了，那之前的旧手机怎么处理啊？我放爱回收卖了，下单就有工程师免费上门，价格满意当面回收。我用了很久的那台华为 Mate 60还卖了2000多呢，靠谱吗？那肯定啊，爱回收是上市公司，全国近2000家门店。要我说回收手机、平板、笔记本，我推荐爱回收。那我一会就去看看。浩哥，最好速战速决。巡捕那边已收到消息，正在火速赶来，一旦再次形成包围圈，可不是那么容易脱身的。老陈，报巡捕了没有？从庄园外围第一声枪响到现在，已经过去10几分钟。按理说巡捕应该已经到达现场，可从目前情况来看，事情并非如他想的这般。老爷，
顾老板，不用白费力气的，对方背后有一位顶尖黑客，已经攻破了庄园内所有通讯系统，别说电话，现在就连一个字母都发不出去。顾天成不由紧皱眉头，相比于这30多名雇佣兵，还是国内的巡捕更有安全感。不是他们作战能力和武器装备比不上，而是人太少了。没有其他办法了吗？ A 先生摇摇头，如果是在现实中遇到黑客，他有100种方法嘎掉这名黑客，但在网络中，在场的所有人都是敌人。顾老板，这个敌人看起来很棘手，请你们先躲进安全屋，无论谁叫你开门都不要答应，这样就算对方将我们全部解决掉，这扇门也能为你争取一些时间。好 ，A 先生，一切听你的安排。老陈，通知家族所有核心成员，全部去安全屋集中。好的，老爷。不多时，顾家所有核心人员便进入了安全屋。顾天成看着肛门缓缓关闭，心里的大石头终于放了下来。可安全门真的安全吗？ 你们放心，这安全屋是按照国际最高级别打造的，就算对方用炸药轰炸也没事。而且只要熬到明早或者雨停后，巡捕就会发现庄园内的异常。只要有了巡捕的支援，任苏浩有通天之能，也翻不起一点波浪。然而谁都没注意到，正当顾启明高谈阔论时，管家老秦却一脸紧张的在一边发抖，因为他在打造这个安全屋的时候贪没了该用的资金，导致了安全屋的质量大幅度下降。滂沱的大雨依旧在肆虐，树林了躺满了昏迷中的人。没错，对于外围的安保人员。 苏浩一直留了手，并没有要他们的性命。浩哥，外围的安保已经全部昏迷，最后的20米无遮挡范围，你准备怎么办？苏浩看着远方停着的一部皮卡，顿时想到了办法，用它冲过去。发生什么事？报告情况。老大，刚东面有辆皮卡朝这边开，速度非常快，我们开了枪，开车的人好像中枪了。听到这 ，A 先生脸上不禁一喜，如果中枪之人是苏浩的话。 那他们这钱挣的可太容易了。詹姆斯、约翰，你们2个出去查看一下。收到。首可贝塔、米奇，你们3个警戒。收到。与此同时，一道黑影从车底并快速藏匿于墙角，正是刚刚开车冲进来的苏浩。直播事件结束后，我在暴雨的掩盖下潜入顾家庄园，打倒了所有外围安保人员，利用皮卡冲进了顾家别墅。即将面对的是顾家最后守护的力量。詹姆斯和约翰按先生的命令前去检查皮卡，可车里哪里还有苏浩的身影？ 2人顿时心生警惕，可已经晚了。在皮卡冲进庄园之前，苏浩早已在车上安装了遥控炸弹，只要手中遥控器一按，听到楼下传来巨大的爆炸声 ，A 先生已经猜到出事了。这种爆炸的威力下，自己的2名手下必嘎无疑。法克、舒克，你们没事吧？报告情况。我们没事，老大。但话没说完，对讲机里便传来一道道惨叫和枪声。 A 先生的脸色难看到极点，他身边的队友已经情绪瞬间失控，端起枪就要冲出去。雷恩，站住！老大，我要为他们报仇。从你们加入黑鹰的第1天，就应该知道这一刻早晚都会到来，所以你们现在给我他妈的冷静下来！你们看到了，那个家伙很不好对付，我不希望再看到有人死亡，所以我要你。哼，你们很大胆。华国对于你们这些雇佣兵而言是什么地方？难道没人告诉过你们吗？ A 先生心头一震，想起曾经听说过的一个传说：10年前，国际知名度第1的上帝武装佣兵团正是华国犯下了恶行，而被一夜之间全部覆灭。从那以后，华国就被视为所有雇佣兵的禁捕，无人敢轻易涉足。苏浩，你到底是谁？有种就出来！呵呵，我是谁不重要，但你们敢踏进华国，就别想回去了。苏浩每一句话中都伴随着枪声，这也代表着他们的团员此刻正在被无情的收割。另一面，接到附近居民报警的巡捕，此刻已经赶到了顾氏庄园。李队，要不等特警队来了再行动。李健没有忘记自己巡捕的身份，有些事他必须做。你带一队在外面，负责警戒和封锁现场，防止无关人员进入，其余人跟我进去。而别墅内的后备电源已经被苏浩破坏，整个别墅顿时陷入一片漆黑，黑暗中一场杀戮的盛宴正在进行。凯特，我有点后悔来华国了。我也是，本以为轻轻松松就可以大赚一笔，现在看来，是啊，刚才的爆炸，詹姆斯和约翰被炸的估计都认不出来了。他们受过专业训练，执行任务时一般情况下不会讨论这种扰乱军心的话，但现在对方只是略微出手，就取走他们1/4队员的性命，算得上黑鹰佣兵团成立以来最棘手的一个敌人。凯特，可不管先生怎么喊，凯特已经无法再回答。所有人报数。短短的一会，他们30多人的雇佣兵团已经只剩下6人了。A 先生突然有一种预感，这次可能真的回不去了。浩哥，巡捕已经出动，时间不多了。应该是刚刚的大雨让树林中昏迷的人提前醒来了，刚才就应该给他们一枪。
说什么都晚了，还是想想接下来怎么应对吧。顾婷婷现在在哪里？1楼西南方向的杂物间，隐藏着一处安全屋的入口，顾家人现在全部藏在里面。安全屋里面人虽然看不到外面的情况，但从持续不断的枪声中可以看出，两方人的交手一定非常激烈。爸妈，我怕。顾婷婷哆嗦着依偎在母亲怀中，她怕了，她真的怕了。她还年轻，还有大把的好时光没有享受，她不想这么早的死去，开始后悔对苏玲玲做过的那些事。如果时光可以倒流，她一定不会重蹈覆辙。可是晚了。接上集，直播事件结束后，我在暴雨的掩盖下潜入顾家庄园，如幽灵般对着踏进华国的黑屋。李健带着巡捕终于进入了顾家别墅，可眼前的一幕顿时让他们心头一震。被炸成烂铁车辆，墙角2具被烧成黑炭的昆体，远处还有被爆头的3具昆体，场面十分血腥恐怖。隐蔽，注意隐蔽！队长，他们竟然有步枪！李健十分震惊。要知道华国是个禁枪的国家，即便是一把手枪，想弄到手也不是件容易的事。不过一想到顾家在华国的势力，又不觉得奇怪了。所有人注意，目标人物手中很可能持有武器，如果发现其有任何反抗的迹象，无需请示，直接开枪。浩哥，巡捕动作很快，好像已经进房子了。苏浩没有丝毫慌乱，随即按下了手中的遥控器。爆炸过后，通往杂物间的路已经完全被炸毁，掉落的碎石堵住整个通道，巡捕一时三刻根本无法通过。可恶，苏浩竟然什么都算到了。安全屋内，铁门内部的锁轮开始转动，有人在外面开门。什么情况？外面是……顾天成面色沉重的点了点头。看来 A 先生已经全军覆没了，外面的人很大可能就是苏浩。是他，一定是他，怎么办？爸，救救我，我不想死。住嘴！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婷婷，不用担心，这道安全门是你爷爷花费重金打造，除非用炸药。下一秒，门锁转动的声音骤然消失。哈哈，果然，这家伙就算再厉害，他也是个人，不可能。别慌，这门绝对结实，就算是炸药也……再坚固的安全屋也经不住这样连番轰炸，更何况偷工减料后的安全屋，四面墙上已经出现明显的裂痕。顾天成暗道不妙，再来一次，就算这门足够坚固，四面的墙体也受不了。之前先生曾向顾天成索要了大量的炸药，理由是布置庄园内容易藏人的角落，其实真正的原因是为了任务结束后携带出境。顾天成也没在意，只要他们不在华国境内搞事情，就随他去。是没想到最终会搬起石头砸自己脚。开门！爸，您在说什么？我说开门。顾天成年轻时是一个杀伐果断的人物，虽说现在老了，锐气不盛，但真到顾家存亡之际，任何人和事都要靠边站，所以只能放弃顾婷婷。爸，您疯了，他一定不会放过婷婷。对方手中有炸药，我们没得选。老秦，开门！管家无奈，只能上前开门，同时手指紧扣在扳机上，随时准备开枪。门缓缓打开，发出一阵阵沉闷的声响。顾婷婷死死地抓着父亲的衣角，身子抖得像筛糠一样。然而开门的一瞬间，管家并没有开枪，因为门外竟然没有人。下一秒，变化突起，管家痛哭倒地，捂着中弹手臂，用一种决然的表情看了眼苏浩。至此，安全屋内只剩下顾家人还站着。顾天成久居高位，一身气势世间少有人能比。可是当他直面苏浩身上散发着极致且纯粹的杀意时，他退了。苏浩，你女儿是我们顾家对不起你，但你女儿并非没有醒来的希望。难道你想她一醒来就要失去父亲吗？只要你放过婷婷，我向你保证，一定不会向你寻仇，并且给你们一大笔钱，给你女儿找最好的医生。接上集，直播事件结束后，我打倒所有顾家安保力量，冲进安全屋，直接面对施暴事件的始作俑者顾婷婷。还有你的妻子，难道你忍心她一个人拉扯身患重症的女儿？顾天成态度非常诚恳，更不敢对苏浩做出任何威胁。这一刻，顾家的权势荡然无存。金钱在这个世界上可以买到很多东西，优渥的生活，健康的身体，却不包括苏浩的释然。她属于女儿。把顾婷婷交给我，或者我把你们全部搞掉，然后把她带走。苏浩的声音冰冷的如同从九幽地狱传来，不带一丝温度，每一个字都像重锤一样砸在顾家人的心头。苏浩，真的要如此？他还只是个孩子，就不能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不要考验我的耐心，我给过你们机会，是你们没有珍惜，下一枪他会死。苏浩转移枪口，
对准了顾启明的脑袋。是的，原本顾婷婷这5个人渣是不用死的，只怪他们的父母自以为是，以为凭借手中的权势就可以解决一切。恶魔，你这个恶魔！哼，同你孙女对我女儿做出的暴行比起来，还远远不如我再数5秒，交出顾婷婷，或者死。顾天成终于狠下心来，为了避免苏浩迁怒于他们身上，他决定放弃顾婷婷。好，我答应你了，你想怎么做？把她绑起来。顾婷婷再也坚持不住，瘫软在地，嘴里不停呼喊着：“爷爷不要，爸妈救我啊！不要啊！我不要死！我不要！我不要！爷爷不要！我求求您！”顾天成的身体也在止不住颤抖着，亲手将自己的孙女捆住交给敌人，可想而知他的心里正在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今夜过后，他必定会受千夫所指，但是要想活命，他没得选择。婷婷，爷爷对不起你，爷爷要活下去，你放心，爷爷一定会给你报仇。不要，叔叔，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我还是个孩子，求求您原谅我吧，我以后再也不敢了。顾婷婷梨花带雨的表情并未让苏浩有丝毫心软，反而激起他更大的恨意。当初自己的女儿也是这个样子向他们求饶，可他们是怎么做的？所以无论这个人渣如何忏悔，如何求饶，都无法被原谅。苏浩，站住，放开人质！你确定？苏浩拎着顾婷婷往上提了提，似是在向警察展示什么东西。李健眼珠瞬间凸起，像是看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都不要开枪，人质身上有炸弹！众人大惊，全部下意识远离扳机，生怕走火。全部后退！绑在顾婷婷身上的是一个拉环式炸弹，拉环与苏浩的左手绑在一起，一旦开枪击毙苏浩，他必然会松开手，同时引爆顾婷婷身上的炸弹。你逃不掉的，只要你还在国内，我们早晚会把你抓捕归案。你说的没错，不过在此之前，我一定要为女儿复仇。你知不知道他们还是孩子？如果人人都像你这样，那还要法律做什么？这个社会早就乱套了。他们也配称作孩子？就他们做的那些事，只会给其他人带来苦难。苏浩，不管对方做过什么，都要交由法庭审判。你是个军人，你难道连这个道理也不明白？正义也许会迟到，但终会降临。没错，可能某一天正义迟早会降临，可是迟到的正义还是正义吗？这或许是困扰许许多多人的问题。两人对话间，苏浩已经带着顾婷婷来到一辆汽车前，李健心急如焚。一旦让苏浩启动车辆行驶到公路上，肯定生出很多无法预料的变故，加上其背后那名神秘黑客的帮助，对方很大可能逃掉。怎么样？有没有射击角度？有，不过对方左手始终没有离开过炸弹拉环，击毙苏浩的话，很难确保人质的安全。接上集，直播事件结束后，我挟持了顾婷婷，躲开了巡捕的追捕，来到了预定的废弃工厂。顾婷婷，审判开始了。随着一阵轰鸣声响起，苏浩驾驶的车辆脱缰野马，快追，千万不能跟丢了！警笛声划破长空，数辆警车如离弦之箭朝着苏浩逃离的方向追去。与此同时，一则通告突然出现在各大网络平台网站，并以极快的速度冲到首页榜单第1名。第2场审判将于今早7点准时开播，敬请期待。短短2个小时内，这则通告的浏览人数已经来到数千万，并以每分钟10%速度增长。浩哥，已经5点了，是时候了。好，苏浩直接将油门踩到底，车速瞬间飙升至200，打了一直跟在后面的巡捕一个措手不及。加上在黑鸟和夜宵控制交通灯转换下，不一会就甩开后面的车辆。浩哥已经暂时摆脱巡捕，但对方已经投入了全部力量，你最多只有10分钟时间。10分钟足够了。而此时各大网络平台的负责人由于热火上的蚂蚁，无论如何努力都无法截断网络直播。主管，对方现在使用的是一种全新的算法，凭我们现在的技术根本无法破解。这个黑客太厉害了，简直就是个妖孽。何止妖孽，这种算法一旦被掌握，将会是计算机领域的一场革命，这实力绝对是计算机里教父级的。而另一边，苏浩在夜宵的指引下，已经到了一栋被废弃的烂尾楼。时间1分1秒的过去，随着倒计时结束，手机屏幕前的千万网民几乎是同时收到一条直播开启的弹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苏浩。就在这短短几分钟时间，各大平台的直播间人数迅速攀升，几乎是眨眼间就突破1000万大关，并以恐怖的速度朝着1亿人数飙升。网友们的留言更是如潮水般涌来。严惩霸凌者，必须给受害者一个交代。这也太残忍了，这些人怎么能这么做？有权势之人真的可以为所欲为吗？也有一些自诩正义人士对苏浩的做法大加批驳。如果人人都像你这样，那这个社会岂不是都乱套了？你要相信正义也许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我不认同你这种极端的做法。就在这时，直播间顶端弹出一则通告：从现在开始，发表过任何不当言论的人都将被踢出直播间。紧接着，刚刚发言指责苏浩的账号一个个被踢出直播间。与此同时，直播平台那边仍在全力尝试切断直播信号。
不行啊，对方的技术防线太坚固了，这算法一直在自我调整，我们根本找不到突破口。而巡捕这边已经发现苏浩抢走的小车停在东江区富华小区，所有人上车，前往富华小区周边进行地毯式排查。好了，接下来就是最后的审判。苏浩神色严肃，眼神中透着坚定与决绝。随着他缓缓起身，一道被绳索捆绑的身影出现在直播间，他正是今天的主角之一顾婷婷。直播间里瞬间炸开了锅，霸凌者必须处理。我是护城人，也是个父亲，坚决支持苏先生的做法，不然同这样一个恶魔住在同一所城市，肯定彻夜难眠。顾婷婷早已经醒来，只不过双手双脚被缚，什么也做不了。看到苏浩朝自己走来，脑海里不断浮现那4位好友被苏浩打掉的画面，无尽的恐惧瞬间将其淹没。回应他的却是一双冷到极致的眼神。这一刻，任何的哀求都无法动摇苏浩的决心。良久，一切都结束了。这场为期1个多月的复仇计划终于迎来落幕。苏浩的眼神空洞又复杂，有解脱，也有一丝难以言说的迷茫。楼下，巡捕的笛声由远及近。浩哥，该离开了，巡捕马上就会包围这里。离开？去哪儿？国外啊，我船都给您找好了，先到大象国，再转到猴子国、缅国，最后到黑州。接上集，为期1个多月的复仇计划终于迎来落幕。巡捕也将我团团围住，而我也该为我的行为负责。我女儿还有醒来的机会，我不想她醒来后发现自己的父亲逃亡到了国外。可是你会被判死刑的。是啊，逃去国外，至少还活着，总比告诉离了你的死讯强吧。浩哥，你别犯傻啊！再说这以后又不是不能回来了，等这次风波过去，随便弄个假身份，你全国各地跑都没问题。苏浩不为所动，因为他是一名军人，他有他的坚持。你们也不用过于担心，虽然不是很确定，但军方的人应该不会坐视不管。黑鸟3人顿时呆若木鸡，开什么国际玩笑？就他做的这些事，够枪毙他好几次的。毕竟从法律角度来看，苏浩就是嘎人犯，而且是连环嘎人犯，无论放在哪个国家都会被判处死刑，更不用说华国是出了名的法理大于情理。浩哥，这个时候就不要开玩笑了，再不走就真的来不及了。你们不明白，除非叛国，否则无论犯下多大的罪行，我都不可能被判死刑。黑鸟几人不解，急着想询问原因，可巡捕并未给他们这个机会。不许动，把手举起来。黑鸟，谢谢了。浩哥，这是我欠你的。呵呵，是啊，这么看来，咱俩扯平了。黑鸟，现在怎么办？从长计议。最终，苏浩束手就擒，巡捕将其控制。可是，顾婷婷真的死了。作为这次抓捕行动的总负责人，李健的关注力却全部放在了椅子上的昆体上。怎么样？急救医生一脸沉重地摇了摇脑袋。完了，一切都完了。正如阮安平之前说过，苏浩女儿被霸凌一案，护士官场必须给军方一个交代，而最先被开刀的必然是他这个级别最低的巡捕大队长。李健要想自救，唯有一法，那就是救下顾婷婷，获得顾家的庇护。但现在这具冰凉的昆体不仅不能带来庇护，甚至有可能招来顾家的怒火。你知道你干了什么吗？你把所有人都拖进了深渊。我只是在做我认为对的事，为我女儿讨回公道。公道？你这是在破坏秩序！你以为靠嘎人就能解决问题？秩序在我女儿被霸凌，我四处申诉无门的时候，秩序在哪里？我曾经相信过你，李健，可结果呢？李健顿时语塞，想起自己找到苏浩，表示一定尽全力调查，可结果却是他没能忍住顾启明的利诱。李队，这里不是审讯的地方，先把他带回局里吧。哼，苏浩，你以为不说我们就拿你没办法了吗？没什么好说的。李局长，你怎么来了？从现在开始，苏浩的案子你就不要再跟了，回头把资料交接给这位首长。为什么？我们好不容易将人抓住，就这么让出去？你知道对方是谁吗？中枢军法执行处负责人，他亲自来提人，说明苏浩背后牵扯的东西远超我们想象。那也不能一点理由都不给就将人带走，咱们是巡捕，怎么跟民众交代？李健的考虑完全没错，要知道这次直播事件造成的舆论之广前所未有，全国超过50%，数亿人都在关注法庭的审判结果。首长，事情就是这样，不管怎么说，我们巡捕房总得给民众一个说法，你说是不是？你说的这些，我们军方都有考虑到，不会出现大乱子的。哦，这样啊，那我就放心了。既然没问题了，那现在就把人交给我们吧。等等，首长，我想知道罪犯到底是什么背景，需要您这么大领导亲自来提审。李健，给我注意态度，你是什么身份？首长您不用理会他，任您什么时候提走都可以，我们这边绝对无条件配合。